小子，你这是干什么呢？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对不起就完了。我们张姐这条裙子1万多呢，你赔得起吗？小弟弟，别怕啊！姐，哎呀，来，姐没那么小气的。姐，您别这样好吗？以后你们谁要是再敢欺负他，就是跟我陪家走。还不快滚！谢谢你啊。那一年，是他把我从绝望中拯救出来，让我有了活下去的目标。裴雪淑同学，昨天晚上谢谢你。这谁呀？怎么一身咸鱼味儿？雪叔，你认识啊？不认识，我们快走吧，演唱会要迟到了。虽然他不记得我，但我不怪他。对他来说，救我就像街边的流浪猫狗，那份恩情，我在心里放了2年，直到我们用另一种方式再见。咦，那不是您念念不忘的裴家大小姐吗？她怎么会在这儿？哎，裴雪淑同学，你东西掉了。雪淑，哎，哎呦，这裴家出事儿了呀！这不会的，通知书马上就下来了。裴雪淑她，你们2个以后就都成孤儿了。什么味儿啊？这是？不好！哎！裴雪淑！啊！雪淑，雪淑！哎，你醒了？为什么救我？只要活着，就有希望啊！以后啊，你可别这样了，我可以卖鱼供你读书的。可是，哎，政法大学的学费太贵了，哎，你读的可是清北，比我值得多了。十月，以后我一定会让你过上好日子。原来他知道我的名字。从那以后，我们相依为命。他学校有空的时候，会来陪我卖鱼；我受伤的时候，他也会给我贴上药膏。我以为那样平淡的日子会一直延续下去，直到他功成名就，登顶金圈富豪榜榜首的那天。我将聘请林白羽先生为裴氏集团的首席法务。这林白羽不仅是清北校草，其父亲更是律师界的大拿，他们2个相结合，可真是郎才女貌啊！我感觉怎么不像是参加发布会，倒像是参加他们的订婚宴呢？不会的，
雪叔和我一起10年，他不会的。雪叔别怕，我来了。裴嫂，放心。谢谢你救了我。喂，你怎么才接啊？今晚公司庆功宴，你来的话，我很开心的。对不起，我有事儿。可是我想你来嘛。那你能来接我吗？抱歉啊，我要去接白宇，毕竟这个项目能谈成，他才是功臣。好。裴雪叔，你实现了承诺，给了我优渥的生活，让我不用再饥寒交迫。可我缺的只有爱。既然你不给，那我就不要了。多多喝彩。我去。石先生，真高兴你能来。雪叔说你怕生，不太习惯这种场合，幸好我再三坚持，他才答应。原来你不想我来。哦，石先生，您还没吃饭吧？来。听说你一直在海鲜市场工作，我特意为您准备了这些，想请您品鉴一下。我不会，这些都是高级海鲜，我买不起。别客气嘛，你替我一直照顾雪叔，我一直都很想谢谢你。我说了，我不会。哎，真不好意思啊，池先生。我带池先生去换套衣服吧。不用了。白宇，麻烦你了。请吧。哎，我还以为你多清高多了不起呢，还不是个见钱眼开的鳗鱼了。你不会想反悔不走了吧？放心，救人！快来救人啊！雪叔，救我！雪叔，裴总，条件有限，2位先生只能先救一个，时间紧迫，你看救谁？白宇，先救白宇。我不该难过的。裴雪叔有了比我更想守护的人，而我也可以彻底的离开了。快躺下，头部重伤，再晚来一步，命都保不住。你妹妹在隔壁病房陪林先生，需要我帮你喊一下吗？妹妹，裴总亲口说的，他嘱咐我们等你醒来第一时间告诉他。不过他正在为林先生吃早餐，你还是不要去打扰他们的2人世界了。
裴总，你醒了。签证中心，你要去哪儿？没有，诈骗短信吧。毕竟像我这样的人，哪配出国呀？你真以为我不会出国？是啊，一个卖鱼佬就该当一辈子的卑微蝼蚁。那我离开后，你大概也不会在意。抱歉啊，没能保护好你。没关系，林先生要紧。白宇的职业生涯还很长，我不能毁了他的人生，所以只能先委屈你了。你从小吃惯了苦，但是白宇是养尊处优长大的，我没办法。那些同甘共苦的时光，原来只是我自作多情，在你眼里根本不值一提。阿姨，白宇有凝血障碍，他时刻都有输血需要。你们两个都是 Rh 阴性。你说什么？阿姨，抽些备用血给他，好吗？你把我当什么了？林白宇的移动血库吗？裴总，林先生只剩最后一袋血了。阿姨，求你了。好啊，妹妹。他刚才叫我什么？下一个。阿姨别怕，有我在呢。够了吗？够了，再说他也撑不住了。是不是弄疼你了？我再轻一点，好不好？裴雪叔，你到底懂不懂啊？我疼的根本不是胳膊，而是……裴总，不好了，林先生说要找您，太着急，从床上摔下去了。什么？裴雪叔，我们之间就像这根断掉的棉签，再难复原。池先生，你回来了。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。公司法务部突然来电，我和雪叔本来想处理完这个事情再去接你。不用说了，池先生，输了你的血，我还没好好谢谢你。干什么？白宇，迟毅，你又胡闹什么？白宇还受着伤呢。他受着伤，那我呢？对不起，我的错。没关系的，要不然咱们请池先生参加我们的诉讼吧。听说您没能去读政法大学，正好借此机会圆您个梦。不需要，我不想去当你的陪衬。让你去就去啊。好，我去。裴雪叔，我答应你，是因为临走前
不想和你徒生事端。这个。谢叔，要不要让池先生也参与一下？不用了，他什么都不懂，只会耽误你的劲。裴雪叔，是我太碍眼了，上不得台面。在你眼里，我不过是个连大学都没读过的卖鱼佬。那些迫于生计不得不和我同甘共苦的日子，恐怕是你最反感的记忆。但是，你不用担心，我马上就会离开，不会耽误你们的爱情。沈班长，我方认为，根据以上的证据，对方公司已经构成抄袭。林律师，你声称我司抄袭了裴氏的核心架构，但可量聚合算法是行业内通用基础，何来抄袭？这，学叔，你怎么坐地下呀？快起来！学叔，你说你都病得这么严重了，怎么还在熬夜啊？就差一点了，阿叶，等这个算法问世，就能挽救裴氏。到时候我一定让你过上好日子。好。核心不是架构，而是对方的产品完全复制了裴氏的权重计算逻辑和反馈机制。池先生，现在是庭审环节，无关人员请不要发言。白宇，你不好意思，审判长，我要申请延期。啊？可刚刚那位先生所说的对你们有利啊。白宇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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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怎么办？好啦，他就是一个海鲜市场的卖鱼佬，怎么跟你一个政法系的大才子比？学叔，你误会了，我不是在怪池先生，而是在怪我自己，没能力帮到你。我知道，所以我不是申请延期了吗？学叔啊，这表真丑，是吧？我也觉得。成功了！我拿到青标了。真的？太好了！我就知道你肯定会成功的。这是什么？啊，学叔，这个是我给你准备的庆功礼物。阿姨，你是不是又多接了一份兼职？没事儿的，学叔。来，这块表呀也不贵，等以后你有钱了，你就把它换掉。这块表我这辈子都不会摘下来。裴学叔，你曾经说过那块表这辈子你都不会摘下来，现在却因为别人一句好丑，
你就把他随意践踏。迟疑，你算个什么东西啊？你算个什么东西，竟敢让我颜面见识！我只是不想让裴雪书的心血被别人毁掉。我还以为你有点自知之明，没想到贫民窟出来的小白脸，还妄想着吃天鹅肉呢。我答应过的事情，不会出尔反尔的。你干什么？这就是你激怒我的下场。你疯了吗？好疼！白羽，发生什么了？没什么，头坏了，差点让裴家陷入了万劫不复。迟先生受我的气，也是理所应当。迟野，你又不是裴氏的人，你凭什么指手画脚？我没有，是他诬陷。你还在狡辩？白羽是养尊处优的世家公子，他有什么理由这么作践自己？只有你，从小生活在那种鱼龙混杂的环境里，学了这么一身下作手段。我们走。裴雪说，曾经我在雨天送外卖，膝盖被摔得血肉模糊，滴在我伤口上的是你的眼泪。你告诉过我，等你出人头地，你就不会再让我受一点委屈。可是你现在功成名就，我的委屈也受够了。迟先生，裴总让我送您去医院。好，谢谢。至少他没有完全忘记我。迟先生，裴总说了，这是专门为林先生定制的羊绒星空脚垫，麻烦您不要弄脏了。原来，曾经那个放下自尊心，帮我在市场大声吆喝的少女，有朝一日也会嫌弃我。雪书，阿姨，你最爱吃的那家店，尝尝看还是不是以前的味道。雪书，庭审的时候，我不是故意要打断的，我只是不想让你的心血付诸东流。还有，我真的没有伤害林白羽。我知道，我都知道。谢谢你，雪书。这下我可以清清白白的离开了。我只希望你能让让白羽，他娇愤惯了，需要人宠，就算他什么都不知道，也没人敢说他。阿姨，你懂事点。我要怎么才算懂事啊？把我这条命赔给你，才算懂事吗？阿姨，糖炒栗子，林白羽也有吗？全是食品添加剂的东西，白羽吃不惯。迟夜，你到底怎么样才肯原谅白羽？裴雪书，我无法原谅的人是你。迟先生，我是来和你道歉的，对不起。
都怪我，是我自己没有准备好，给裴氏拖了后腿。这样吧，改天我请您吃饭，正式给您道歉。不需要。迟毅，你现在怎么变得这么小气？白宇都给你跪下了，你还要怎样？裴雪叔，你难道看不出来吗？他不是真心想请我吃饭的。够了，必须去，到时候我来接你。都说了你不用来，你看伤口都裂开了。雪叔，别忘了带陈先生过来，我已经订好了包厢。好的，我马上到。白雨辰先给你道歉，你必须去。是啊，你是清北的高材生，是裴氏集团光鲜亮丽的总裁。和你的面子比起来，我这个卖鱼小弟的尊严算什么？干杯！来喝来喝。呀，不愧是林校草啊！一个电话，裴校花立马就来了。可不是嘛，大学时期的风云情侣。这么多年了，终于修成正果了。这位是，这是迟毅，我之前特意给你们提到过，他是雪叔的，我是雪叔的远房亲戚。亲戚？这怕不是哪个穷乡僻壤出来打秋风的穷亲戚吧？这种吸血的穷亲戚可太多了。别瞎说，我告诉你们，池先生可是海鲜市场卖鱼的，可比我们能干多了。哟，我就说嘛，这味儿啊，这么大呢！呀，裴雪叔。所有人都可以看不起我，但你没这个资格。雪叔，请。哎，咱们来玩大冒险吧！下一个输的人，亲吻在场的异性。3分钟，来就来，谁怕谁啊？好啊，来吧。雪叔，一起玩吧。我不会。很简单的。好了好了，我开始转了啊！哈哈，3、2、1，走你！哇！接吻，接吻，接吻！雪叔，帮帮我吧。反正是游戏而已，池先生不会介意的，是吧？哎呀，游戏而已，别当真。再说了，裴校花早晚要嫁给林校草，她有什么资格反对？
裴雪叔，你非要让我过来，就是为了看这一幕吗？哼，我就说他在这儿吧。喂，麻烦你们让开。师爷，你也知道你自己爱爷，满身鱼腥味儿，连白羽的一根手指头都不如，还配享血书？听说是你供他上学，来路正吗？是卖鱼还是卖身啊？喂，40度的白兰地喝过吗？借酒消愁啊！我不会喝酒，请你们让开。干什么？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们要干什么呀？干什么？请你喝点酒啊！臭卖鱼的！阿姨，阿姨，醒醒！你终于关心我了，可我已经不需要了。醒醒，别睡！阿姨，你撑住，撑住啊！阿姨，抱歉啊，我也没想到他们会那么过分。你不用道歉，我们本来就没关系。这是给白羽朋友们的谅解书，你签个字吧。谅解书？你不该贸然报警的，他们也算吃了苦。况且又都是我和白羽的朋友，你就原谅他们吧。你为了林白羽，那我呢？我遭受的这一切难道都是活该吗？阿姨，白羽亲自来求我，你别让我为难，好吗？阿姨，别碰我！裴雪叔，你为了林白羽，这是第几次逼我妥协？第一次，我的心还知道痛，但是现在，我已经麻木了。这一次，不签字。进来吧。就算你一字千金，这些钱也该够了吧？裴雪叔，你觉得我是为了钱吗？都进来。市中心的独栋别墅，房本写你的名字。保时捷911的钥匙。
陪侍的职位随便你挑。我亲，裴雪叔，这是我的最后一次答应你。裴雪叔，这份谅解书为我们8年的感情画上了句号。那个会笨手笨脚替我织围巾，双耳冻到通红，也要坚持接我回家的你，和我早已经是云泥之别。我成为了你的拖累、负担，却唯独不是你的恋人和依赖。这些是出国的材料和手续，弄出这档子事儿，就是为了让白羽南看。我签了谅解书，就不会让林先生为难。您放心，我会尽快离开，给您儿子腾位置的。还算有点自知之明。池县长，我忘了带伞，雪叔就先来接我了，麻烦你再等等。裴雪叔啊，我没有伤心，因为我早就知道，你的偏心和关爱已经全部给了林白羽，我对你的感情不值一提。哎，11，我不是让你等我去接你吗？可是我不想等了，我不想再等一段无疾而终的感情。你什么意思？没什么，外边的雨也不大，以前风吹雨打的，我也照样出摊。白羽没带伞，我怕他感冒，身体不好，你别多想啊。池先生，今晚的拍卖会我会和雪叔一起出席，你要去看看吗？谢谢你的好意，但我这个人没见过什么世面，去了也是丢人现眼。祝你们玩得开心。11，他今天怎么了？阿姨，以后我们一起去旅行，走遍世界的每一个角落，拍好多好多照片，好不好？好啊，我一定陪着你。可是到最后，我们只留下一张合影。池先生为什么还不出来？不用等他
他自己会过来的。这8年来，他从来没有违背过我的意思。职业，最近确实让你受委屈了。拍卖会上我会买几件礼物给你道歉。走吧。嗯。10年青春，8年守护，裴雪书，感谢你曾陪我相濡以沫，给了我最纯粹的时光。雪书，快迟到了。哦，好。不是有时刻，你的吻就放手，我不想。你们干什么？有人想见你。我不想见。哎，干嘛？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沈先生，好久不见。我不认识你，快放开我，要不然我报警了。以池先生的才华，不记得我这甩标架也很正常。我没有才华。你是那个被告律师？没错，那是我唯一一次失败。我跟裴氏已经没有关系了，我说的话他们也不会听，所以你想赢下官司，抓我是没有用的。池先生，我想你误会了，我不在乎输赢，我在乎的是你这个人。我们沈氏集团想邀请你。对不起，我赶时间。小姐，要不要把他扣下？不，他不会屈服的。爸，我要出国。迟疑他一天不答应来我们省市，我就缠他一天；一辈子不答应，我就缠他一辈子。接下来的藏品是极品珍珠项链。雪叔，你怎么了？已经拍了那么多拍品了，为什么你一点反应都没有啊？迟疑怎么还不来？喜欢什么？我送你。好啊，谢谢你，雪叔。接下来是今晚的压轴珍品——羊脂白玉佩。羊脂白玉佩简直是太完美了！这枚玉佩我要定了。阿姨，快松手吧，快没劲了！我告诉你们，给裴雪书道歉，以后谁要再敢拿若丹是担心，说他克死父母，我弄死你们！对不起，我狗嘴里吐不出象牙，我给你道歉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滚！滚！滚！好了，阿姨，他们说就说嘛，我不想你这样。那也不行，谁也不能说你坏话。Darling, my universe.
你父母留给你的玉佩。嗨，没事儿，坏了就坏了，反正也不值几个钱，没事。阿姨，我以后一定给你买一条一模一样的，不管多少钱，我一定买给你。好，那我肯定戴一辈子。1000万，1500万，2000万。点天灯，裴小姐点天灯了！裴小姐点天灯了！裴小姐为了取悦林公子，居然直接点天灯，他们真是天作之合啊！真是羡慕林公子啊！雪叔，是送给我的吗？不，是送给迟毅的。抱歉，今天晚上不能陪你吃饭了。原来不是送给林公子的呀！迟毅，那是谁啊？不是说进车的已经滚了吗？是呀，他下午已经上飞机了。怎么了？没事儿，我不信会输给一个鳗鱼。雪叔不会犯傻，他知道该选谁。用这枚玉佩给阿姨道歉，她肯定会原谅这几天对她的冷落。薛叔，你回来了，快来吃饭吧，我有好多话要跟你说呢。我要累死了，你能不能让我一个人安静一会儿？对不起啊，我……抱歉啊，该道歉的人是我。这2天公司情况有点复杂，阿姨，我过几天再陪你，好吗？他总是在体谅我，就算我有错，开口道歉的也是他。但以后不会了，我会陪着他，把欠他的都补上。阿姨，我回来了。白天是我错了。不会的。或者幸福时刻，拥抱也美了，也平平坦坦。内心不需要抉择，我们只是这不是我跟阿姨的合照吗？之前她每天都会擦一遍，怎么会出现在垃圾桶里？难道阿姨真的走了？不可能，我们2个同甘共苦了8年，比恋人还要亲密无间，她怎么舍得抛下我不告而别？阿姨，肯定是阿姨。雪叔啊，你来律所一趟，你父母遇难的真相有眉目了。阿姨，我接近林白羽的目的，从始至终都是为了让他爸帮忙查清我父母遇难的真相。我知道你受了很多委屈，但是我不想把你牵扯进来。这场阴谋暗潮汹涌，等一切都水落石出那天，我一定要让你过上无忧无虑的生活。阿姨，无论你在哪里，一定要等着我。
雪叔啊，当年你父母飞机失事，并非意外，而是有人远程干预了私人飞机的控制系统。我猜的没错，这一切都是早有预谋的，否则不会我父母刚一办完葬礼，裴氏就被瓜分得一干二净。你拜托的事儿，我会持续跟进。你答应我要好好照顾白羽，你做到了吗？听说你为了那个迟毅，把他一个人扔在拍卖会。那个卖鱼的就那么重要，让你连父母也不顾了？当年裴家破产，本以为裴雪书会一蹶不振，没想到他的确有些手腕，能这么快在商界立足，这样的女人勉强配得上林白羽。既然他有求于我，我自然要争理罪。我很感激你，是因为当年林家是唯一一个敢接手裴氏法案的律所，但并不代表我所有事情都要听你安排。看来我没猜错，裴雪书对迟疑的感情的确深厚。不过那又怎么样？我的权势足以为林白羽扫除一切障碍。要怪就怪他挡了林白羽的路，没有投个好开。迟疑走了，就在昨天。你说什么？不可能啊！阿姨不可能会离开我。你怎么会知道的？难道他自己主动要走的？我不过是顺水推舟罢了。不可能，他不会！你骗人！是你把他逼走了，是不是？这是我上回去医院，他托我还给你的东西，这回你总该信了吧？这些不都是我补偿给阿姨的东西吗？他怎么一件也没带走？裴总喜欢上一个卖鱼佬，恐怕这将是你一生的污点。只要你好好的跟白羽在一起，刚才的事儿我可以既往不咎。迟疑是我很重要的家人，不会影响到我照顾白羽。家人，孤男寡女，谁看不出你那点心思？我早就调查清楚，你跟他在那个破出租屋住了8年，你挣到钱的第一件事就是从那里搬出去。难道不是觉得这段记忆让你难堪，厌恶那个无权无势、处处掣肘于别人的自己吗？出租屋，对，阿姨一定在那里。裴雪书，你，阿姨，这段时间是我对不起你，你别生我的气了，好吗？我就知道你在这里，阿姨，阿姨，你谁啊？是不是有病？赶紧滚！阿姨，你到底去哪里了？我现在有钱了，可以让你住大房子，让你开跑车，让你衣食无忧。可是你为什么偏偏这个时候把我丢掉了？雪叔，阿姨，好久不见呀！昨天阿姨还拿着行李箱过来看了一眼，我以为你们要去度蜜月呢。
阿姨昨天来过，她有没有说她去哪儿了？他去哪儿？你不是应该第一个知道吗？你们之前可是无话不谈的。老板，我把阿姨弄丢了。啊？阿姨丢了？不是，怎么回事啊？你确实让阿姨过上了好日子，但是你应该比任何人都清楚，阿姨她要的不是钱，不然这8年她也不会一直陪你苦熬，把一切都给你。是啊，阿姨要的从来都不是钱，是我一直忽略了她的感受，一次又一次的伤害了她。这次他是真的抛下我了。裴总，你已经好几天没来公司了。昨天股东大会，股东们意见很大。裴氏，阿姨，我现在才明白，没有了你的陪伴，我就算拥有一切又有什么意义呀？阿姨，你还想要什么？只要你开口，我都能办到。雪叔，我想要你。雪叔，你喜欢我吗？喜欢，我真的好喜欢你，阿姨，我现在终于看清自己的心意了，可是你却再也听不到了。雪叔，你这几天怎么没去公司啊？雪叔，你还不明白吗？迟疑他早就见钱眼开，远走高飞，他根本就不在乎你了。我不允许你为了他这么伤害自己。我不允许你这么说他。为什么？论家世，他连给我提鞋都不配；论学历，他就是一个没有上过大学的文盲。除了他那张小白脸，还有什么能跟我相提并论呢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你就是忘不了他？他不如你。是啊，他出身是没你好，但是他从小自力更生，赚的每一分钱都干干净净。他是没上过大学，那是因为他放弃了政法大学的录取资格，为了全力托举我。你说他没能力，在法庭上是他的一句话才保住了裴氏的胜诉机会，你有什么能力啊？我告诉你，要不是因为林姐，我连多看你一眼都不懂。学叔，原来我在你眼里就是那么不堪。那你当初为什么要答应嫁给我？
是啊，他那么好，我当时却没想过要珍惜他。我实话告诉你，我答应嫁给你，根本就不是因为爱你。你要是接受不了，我也可以收回对你父亲的宠。不，我不要。雪叔，我娶你，明天咱们就去试婚纱，好不好？随便。为什么？为什么那个曼玉老销声匿迹之后，还是得不到他的心？雪叔，让你回心转意，到时候眼里就只有我。雪叔，怎么试了这么长时间啊？真美。雪叔，娶你是我毕生的梦想。阿姨，雪叔，我可以不计较你心里还有他，但今天筹备的是我们的婚礼。对不起，待会儿不会了。爸在正定筹备婚礼庆典的事儿，你先化妆，待会儿我接你过去。对我来说，婚姻不过是利益交换的工具。林家既能帮我查清当年的真相，又能给裴氏提供助力，嫁给林白羽是皆大欢喜的事。可是，在我跌落神坛的8年里，迟毅早就成了我生活中无法替代的存在。除了他，我对婚姻再无期待。宁公子的手机。我拿去给他吧。啊，可是您还没化完妆呢。没关系，这样就可以了。算他识抬举。爸，你在说什么呀？算他识抬举。爸，你在说什么呀？我和雪叔是真心相爱啊。他心里揣着那个卖鱼佬，要是让他发现你对迟一做的那些事儿，会不会跟你翻脸的？你故意让那些朋友给迟一灌酒，真以为这件事做的天衣无缝？圈里边流传关于迟一的那些流言蜚语，不都是你那些狐朋狗友散布的吗？那又怎么样啊？就该好好治治那种吃软饭的东西。我现在最后悔的就是让他还有力气报警。迟一对你构不成威胁，你就算把他千刀万剐，我也可以帮你摆平。最重要的是，你对裴雪书不用交心，娶她的目的，就是为了让我们林家的事暗中禁锢裴雪。爸，夫妻之间不应该坦诚相待吗？他的自然就是我的，为什么要多此一举呢？你还记不记得他让我查的那件事情？他爸妈就是被周家暗算，私人飞机被人动了手脚，才死无全尸的。爸，你早就知道真相，
那你为什么不告诉他？因为裴家破产也有我一份功劳，我敢接手裴家的案件，就是周家在我背后撑腰。那你为什么还同意雪叔跟我在一起啊？谁能想到裴雪叔能杀回来？再加上周家这些年逐渐没落，我总不能把宝压在一个人身上吧？既然他有求于我，那我就把他当条狗遛着，尽快让她怀孕。裴家底蕴深厚，还能少得了我们林家的好吗？好。阿姨，我该怎么办啊？谁在外面？谁在外面？谁在外面？快去看裴雪叔！白羽，怎么了？我想你了。着急什么？早晚都是你的人。哦，对了，刚才你手机落下了，还说等会儿给你送过去呢。你们刚才有没有？白羽，你跟伯父说，我想把婚礼提前，可不可以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想通了，我对迟毅只是感激，并不是爱。只有你才是我真正想托付一生的人。太好了，雪叔，我这就告诉我爸，把所有的名流都请过来，给你一场最盛大的婚礼。你们表现得不错，记住，刚才的事情这辈子不许说出去。是，裴总。阿姨，我现在才知道，裴家破产是周林两家从中作梗，而我居然差点认贼作父，嫁给仇人的儿子。你也从来没有害过任何人，是林白羽从中作梗，把一盆又一盆的脏水扣在你身上，把你逼到绝路。你放心，8年前暗算裴家的渣子，我会把他们处理干净，然后找到你，毫无负担地向你求婚。喂，帮我查一件事情。对，就是林家查的那件事。现在我信不过他们。这裴学叔啊，果然爱惨了林白羽。如今林裴联姻，这林家权势又将大涨。这么大的排场，林家真是娶了个好媳妇啊！裴总，当年是是非非的黑匣子找到了，还有您吩咐我收集的证据，我也一并找到了。飞机失控了，是周家动手了。糟了，所有系统全部崩溃。雪叔怎么办？他才刚成年，怎么能？雪叔，爸爸妈妈爱你，你要好好活下去。周家、林家，是你们毁了我本该美好的人生。恭喜！这就是那位律政精英吧？百闻不如一见。和裴总还真是郎才女貌，天生一对，真是羡慕。他还是裴氏的首席法务，夫妻2人强强联合，裴总还真是好福气。看来我这步棋没走错，林家借着裴家的跳板，终于能向政商两界更进一步了。快看，裴总来了！
你早就到了。大喜的日子你怎么穿成这样？感谢各位的莅临，但今天这场婚礼恕我不能继续，因为周家和林家是杀害我父母的罪魁祸首。雪叔，你在说什么？瞬间失控了，是周家动手了，糟了，所有系统全部崩溃。雪叔怎么办？他才刚成年，怎么能？雪叔，爸爸妈妈爱你，你要好好活下去。他们居然跟人家周家父母想有过，我听说周家和裴家还是表亲关系呢。真是人心隔肚皮，连这种下作的事都做得出来。爸，他知道了，他全都知道了。哼！仅凭一份莫须有的录音，就想给我们定罪？我还说你那是伪造的呢。别着急啊，还没完呢。裴家破产也有我一份功劳。既然他有求于我，那我就把他当条狗遛着，尽快让他怀孕。裴家底蕴深厚，还能少得了我们林家的好吗？天哪，害死人家父母，还想吃绝户，林家还有人性吗？报警！我要报警！那天门外的是你全都听到了。雪叔，你听我解释。叶子，你还不赶紧把那个录音笔抢过来！滚！放屁盆！滚！雪叔，你说过的，你一定不会让我受到任何委屈的。你父母都已经死了，为了吃阴这个小白脸，有必要把我都拉下水吗？事到如今，你还有脸说这种话？是你们父子拆散了我和阿姨，害得我家破人亡。如果没有迟疑，我早就死在8年前那个寒冬了。我此生唯一的丈夫只会是迟疑。别说，都是叔叔一时鬼迷心窍，是周家逼我的呀，我不敢不听呀！你个老不死的，明明就是你见钱眼开，我杀了你！他嘛，罪有应得。8年前，我失去了父母和家业，是他们动的手。8年后，我失去迟疑和爱情，他们依旧是元凶。裴雪书啊，裴雪书，你还真是蠢得彻底。裴女士已经向我们提供了完整的证据，请几位跟我们走一趟吧。裴女士已经向我们提供了完整的证据，请几位跟我们走一趟吧。雪叔，你放过我吧，我不和迟疑瞧你了，我求求你了，我真的不想做了啊！你想轻判，迟疑谅解了你的朋友们，我又有什么资格替他来谅解你？你就和你亲爱的父亲牢底坐穿，给我父母还有阿义忏悔吧。带走。裴雪书，迟疑最恨的人是你才对，我祝你这辈子生生世世都无法得到他的怜谅，一辈子都共度终老。阿姨，哪怕你真的恨我也好啊，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躲着我。我想赎罪都没有机会。沈小姐，您这次突然回来是因为沈氏和裴氏的官司吗？3年前沈氏侵权，裴氏败诉，这次两家对峙公堂，沈氏还会重蹈覆辙吗？这次我们有必胜的把握。沈小姐，必胜的把握是指？
你们很快就知道了。现在只能告诉你们，我得谢谢裴小姐。沈小姐，请让一下，请让一下。小姐，这3年老爷和夫人天天盼您，我现在就送您回去。等一下，还有一个人。阿姨，阿姨，真的是你啊！你知不知道，这3年来我一直在托人打听你的下落，我每天都来机场等你，我还以为我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你了。这下好了，你终于回来了，我们又能在一起了。裴总，请你自重，我只是一个身份卑微的卖鱼小弟，不是什么世家公子。阿姨，你在说什么？难道不是吗？裴总和林氏联姻，想必事业早就蒸蒸日上了。不是的，阿姨，林白羽对你做的那些事情我都已经知道了。他划伤自己陷害你，故意说需要输血抽你的血，这些我都知道了。他现在已经被送进监狱了。阿姨，你以前不会这么对我的。3年前你不辞而别，是不是被我伤透了心啊？阿姨，我真的好想你，我求求你，你不要推开我好不好？裴雪书，你对我来说真的没那么重要，我们之间也没有必要闹得这么难看，一切都过去了。不是的，没有过去，你不懂，我当时真的是有苦衷的。我身后是整个裴家，我必须要调查清楚我父母的死因。阿姨，我把裴氏的资产都转到你名下，好不好？没有你了，我守着那一堆空壳有什么意义啊？我什么都不想要，我只要你离我远远的。阿姨，阿姨，阿姨，你为什么现在对我变得这么冷漠？一定是因为3年前我把你伤得太深了。现在好了，你回来了，我一定会让你回心转意的。安逸，你怎么这么慢啊？我都说了跟我一起啊。沈氏大千金，爱上卖鱼小弟，我怕我会影响你。喜欢谁是我的事情，别说记者管不着了，连我爸妈都管不着。再说了，你可不是什么卖鱼小弟，短短3年，你已经名动华尔街了。当年林家把我扫地出门，是为了清除障碍，结果也算是因祸得福了。不过这3年，我最该感谢的人是你。我在异国他乡，人生地不熟的，要不是你……好了好了，回家吧，爸妈还等着我们呢。啊什么？你不是说以后再去你家吗？我什么都没准备呢。当年我也什么都没有准备，就跟你去国外了。现在都回家了，还准备什么呀？走了走了。哎，不是，哎，走了。哎。小姐，你终于回来了。哎，这位就是姑爷吧？哦，我不是。没错，他就是我丈夫迟毅。姑爷好，快里面请。沈家在京北的权势远超裴家，沈清离父母肯定更加挑剔，对我自然看不上眼。不然也不会只让保姆在门口迎接。不过我喜欢沈清离，不管有多难，我也要在他父母面前证明自己。哎，回来了，快坐。回来了。哎，我们还是等一下伯父伯母吧。哎呦，傻
瓜，这就是我爸，这就是我妈。哦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以为是家里的厨师呢。老爷和夫人知道姑爷您是孤儿，所以特意亲自下厨的。多嘴。对不起，我说错话了，我去放东西啊。哎，沈氏富可敌国，青离的爸妈平常肯定十指不沾阳春水，可是为了我，却亲自下厨。哎呦，伯父伯母，够了，我吃不下了。爸妈，你女儿我可是3年都没回来了呢。哼，你还好意思说？3年前呀，一句话就跑了，我还没给你算账呢。小姨，这3年，青离这丫头给你添了不少麻烦。她从小娇生惯养，有让你受委屈的地方，伯母替她给你道歉。哎呦，伯母，您可千万别这么说呀！这3年其实一直都是青离在照顾我。青离啊，帮我找房子，每天熬夜陪我练习英语。我生病的时候，他不眠不休地照顾我，就连我在街头遇到混混，都是他替我解的围。听到了吧？你们对我的刻板印象可得改一改了。他真有你说的那么好？对。泼出去的水呀，在家的时候呀，我连他一口热茶都没喝过。爸，你这不是怕我笨手笨脚打翻你的茶具吗？你想喝茶，我这就给你倒。饭还没有吃呢，哎，我喝哪门子茶呀？你当我是水牛啊？看得出来，青离的爸妈对他极为珍视，肯定不舍得让他下嫁。但是这3年，我已经和青离心意相通，无论如何，我都要争取。伯父伯母，有件事情，我恳请你们答应我。我喜欢青离，并不是因为他帮助我对他的感激，而是因为我是真的爱他，我想娶她为妻，组建家庭，生儿育女。我们同意。我知道我说的太突然了，你们肯定会反对的。伯母，您刚说什么？我们同意把青离嫁给你。爸，不是，你们需不需要再考虑一下呀？我刚从国外回来，我连房子都没买，我们呀都考虑了3年了，在没见你之前呀，我们确实想过反对，但刚才你那一些话打消了我们的一念。快坐，快坐，快坐。这论家世，你和青离啊，的确差别很大。如果你只想高攀，你刚才就不会只说青离对你的好，你会用你对青离的付出来博取我们的好感。青离这丫头，我们还不清楚呀。说是照顾你，指不定会给你添多少麻烦。没事吧？你看你，那件事情可不准说出去啊！而且呀，我们调查过你。爸妈，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呢？你能理解吧？伯父伯母，这是你们对青离的关心，我可以理解的。根据我们的调查呀，你照顾裴雪树8年，甚至为她放弃了学业。在她功成名就之后，你没有索取任何回报，最后还甘愿退出，成就了她和别人。说到钱，在整个京北市，比沈家富有的没有几个。但你的人品、善良和宽容，都让人敬佩。只有把青离交给你，我们才能放心，因为我们相信你不会让青离受任何委屈的。姑爷，老爷和夫人没有骗你，
你们还没有回来，他们就提前选好了场地，说要给你和小姐举办京北最盛大的婚礼。爸妈，谢谢你们。阿姨，我们可以结婚了。对不起啊，伯父母，我出去一下。阿姨，是不是我爸妈给你压力了？我跟他们说一下，让他们再给你点时间。阿姨，你，伯父伯母真的挺好的，我只是在想，如果我父母在世，也不一定能比得上他们。那是因为裴雪书。我就知道，你还是忘不了他。阿姨，我跟裴氏的官司，我打算交给别人。为什么呀？我不想让你为难。傻瓜，我要是忘不掉他的话，3年前我就不会出国了。我只是没想到，你爸妈完全不介意我的出身，这和裴雪书当年对我的态度截然不同。好啦，他就是一个海鲜市场的卖鱼佬，怎么跟你一个政法系的大才子比？青离，我一定会娶你的，但不是现在，等我和裴氏把官司打完，再和过去彻底划清界限，我们再举办婚礼，好吗？都听你的。裴雪书，这3年，裴氏吞并林家和周家，越发的庞大。这场官司动摇不了你的根基，那就让他为我们的关系彻底画下句点。裴总，您放心，这场官司一定不会输的。当年也是在这里，我为了林白玉，深深的伤了阿姨。对了，我想到怎么给阿姨道歉了。她的理想是当律师，我可以让她加入到我们的法务团队，一直养着她呀。你就是沈清离，我怎么感觉好像在哪儿见过你？对了，3年前的那场官司，裴总，3年前的确是我输了，不过如今这一切都变了，我成了原告，而你成了被告，我们身边的人也变了。无论怎么变，你都赢不了我的。这3年来，国内最知名的律师几乎都在裴氏了，你要怎么跟我斗？他马上就到。阿姨。阿姨，你来啦！阿姨，你怎么不过来我这边啊？裴总，他是沈氏的辩护律师。不可能啊！阿姨不可能跟我作对的。
阿姨，你是吓唬我的，对不对？裴总，请注意身份，你是我方被告。阿姨，别闹了，你怎么可能当上律师啊？跟我走吧，扰乱法庭秩序是要受罚的。裴总，阿叶是我省市花高薪聘请的法务主管，你一再纠缠他，是何居心？你让他当法务主管？阿叶连大学都没上过，况且当律师需要很高的职业素养的。裴总，你太小瞧阿姨了。3年前，若不是阿姨一句话，你裴氏能反败为胜。这3年来，他在国外一直在进修，不仅获得大学学位，而且和全球最顶尖的法律团队交过手。他的名字在华尔街也成了传奇。你说，阿义是华尔街传奇？不可能啊！3年前他还是个卖鱼小。裴总，人呢总是会变的。庭审马上就要开始了，请回到你自己的位置。你方这个对方辩护律师，这是我方原告提供的充分证据链。那这个要求被告在3日内偿还。这真的是阿义吗？他以前总是小心翼翼，带着自卑和怯懦。请审判长进行裁决判定。可现在他是这么的锋芒毕露。法官大人，今天的判决不仅是一起专利纠纷，更是定义我们这个行业的未来，是保护我们新型的创新者，还是纵容巧取豪夺的强盗？您的判决将会是一盏明灯。我的话讲完了。输了，从没遇上实力这么强的对手，而且还这么年轻。全体起立。依照专利法第28条第4款及侵犯知识产权案件司法解释第17条之规定，判决如下：被告裴氏集团立即停止制造、销售侵犯原告发明专利权的产品，并对原告的损失进行赔偿。阿姨，我们赢了。当然会赢了，要不然我怎么娶你啊？走吧。对不起，裴总，我没想到会输给这么年轻的对手。不过，裴总，这场官司对裴氏的影响很小。没事了，你走吧。那你……好的，裴总。政法大学的学费太贵了，哎，你读的可是清北，比我值得多了。核心不是架构，而是对方的产品完全复制了裴氏的权重计算逻辑和反馈机制。裴总，你太小瞧阿姨了。阿姨，原来你一直都这么优秀，之前我却从未发现过。我欠你的实在是太多了。不过我可以补偿你，你今天的表现足以证明你的实力。我有信心说服裴氏集团的人，让你来裴氏当法务主管。石先生，据我们了解，你3年前还只是卖鱼小弟，可短短3年后就成为名动华尔街的大律师，如今一举战胜裴氏法务团队，在国内声名鹊起。这3年是谁对你的帮助最大？这3年来，对我帮助最大的是阿姨。
阿姨，跟我走吧。这3年来，裴氏又强大了不少，那些欺负过我们的人再也不会出现了。而且我还打算让你做裴氏的法务主管。对不起，我自己有家。我知道你有房子，但那不是家呀。阿姨，跟我走吧。你忘了，当年我答应过你的，一定会让你过上好日子。许愿，以后我一定会让你过上好日子的。裴雪书，我当然没有忘记，可承诺太轻，缘分太浅。在你对林白羽一次次的偏袒，一次次的逼我做出退让，一次次不承认我身份时，我对你的爱已经消散得无影无踪。裴雪书，我从来都没有忘记。阿姨，我就知道你肯定是舍不得我的。我从来都没有忘记，你逼我签下谅解书的时候，替别人伸张正义，一遍遍的拿钱羞辱我。不是的，阿姨，我做那些是为了保护你。保护我？那为什么林白羽伤害我的时候，你从来没有选择过我一次呢？啊，我知道，在你心底里的阶级，你比谁都泾渭分明。被一个卖鱼佬资助读书，恐怕是你这辈子都不愿意提起的回忆吧。我配不上你，所以你从来没有说过爱我。我配不上你，所以永远是你权衡利弊之后最先抛弃的那个。不是的，阿姨，我从来没有那么想过啊。裴小姐，你们的事情，阿姨跟我说过的。高中时，你维护他少年时的自尊。所以，他心甘情愿为了那点钱，哪怕放弃自己的前途，也要让你过得轻松一点。他心疼你，所以竭尽全力的包容你。可结果呢？不是的，那个时候我是被林家骗了。行了，你别再找借口了。其实我觉得你和林白羽非常的般配，都是极其自私自利的魔鬼。一个高高在上，贪慕虚荣；一个薄情寡义，满嘴谎言。裴雪书，我告诉你，我从来没有怨恨过自己的出身，我挣的每一分钱都是干干净净的。没有你，我照样活得精彩。所以你的爱，我也不稀罕。阿姨，真的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了。对，我们之间没有可能了。既然你这么迫不及待的想和从前划清界限，那把我也留在过去吧。这3年来，对我帮助最大的就是青离，所以我们马上就要举办婚礼，共度余生。你的公司会是法律上结婚？不可能，跟阿姨结婚的人只能是我，共度余生的人也只能是我。阿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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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姨。阿姨，哎，多车长对吧，支站长。阿姨，阿姨，你别走，你别离开我，你别离开我。没有你，我怎么活？你为什么要跟别人共度余生呢？我怎么办？呀，好小子，3年不见啊，都成大律师了，还娶了沈家的千金。哎，我那余当，我以后就找你做代言人。老板，谢谢你啊，要不是当年你收留我，说这些干什么？哎，就是可惜，你和雪叔。接下来有请今天最美的新娘。裴雪书，所有人都以为我们能走到最后，但人生总会出现各种意外。
如今我即将拥有自己的妻子和家庭，希望你也能幸福。So from now I will be with you. So plan me into your future, let me love you. So I need you holding my heart with you, just with you. 沈清李女士，你是否愿意嫁给迟毅先生？无论未来是顺境还是逆境，是富裕还是贫穷，是健康还是疾病，你都愿意爱他、珍惜他、忠诚于他，直到永远吗？我愿意。迟毅先生，你愿意娶沈清李女士为妻吗？我愿意。他不愿意。他不愿意，我才是迟毅的妻子。他不愿意，我才是迟毅的妻子。哎，怎么回事？一场婚礼怎么会有2个新娘啊？这不是裴氏集团的裴总吗？难道他要和沈小姐抢新郎？一个是裴氏总裁，另一个是沈家千金，这要怎么选啊？阿叶，我愿意嫁给你，成为你的妻子，直到永远。裴雪书，这是我的婚礼，你为什么要来捣乱？裴总，虽然你们裴氏集团风头正劲，但是我沈家也不是吃素的。沈小姐，沈总，我知道我这样做很冒昧，但是我真的很喜欢迟毅，迟毅也喜欢我，我不想我们留下终生追悔莫及的遗憾。哼，谁说我喜欢你？阿叶，我们相濡以沫了8年，你省吃俭用，每天打3份工，甚至放弃了自己上大学的机会，那这还不算喜欢吗？那不叫喜欢，那是我自作多情，那是我贱。阿叶，你怎么能这么说自己啊？难道不是吗？16岁那年，明知道你是裴家大小姐，一顿饭就是我1年的生活费，可我还是傻傻的想接近你。24岁那年，明知道你早已崭露头角，再也不需要人照顾时候，我却还是舍不得离开，像个狗皮膏药一样缠在你的身边。裴雪书，从一开始我们就是不对等的，你高高在上，光鲜亮丽，我只是一个卖鱼小弟。因为你对我的感激，我才得到了接近你的机会。我有什么资格喜欢你？有什么资格跟你共度一生啊？是的，不是的，阿叶，我从来都没有这么想过。我的人生规划里一直都有你的位置啊。从来都有我的位置。在发布会上，你被林白羽抱住的时候，你有想过我就站在台下吗？电梯出了故障，当你决定先救林白羽的时候，有想过我差点死掉吗？你抽我血，逼我签下谅解书，在医院照顾林白羽的时候，你有想过我的存在吗？对不起，阿姨，之前是我忽视了你的感受，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？我可以放下裴氏，放下所有的工作，我只陪你。陪着我？你知道这句话我等了多长时间吗？但是现在，我不需要你陪了。裴小姐，阿姨是我的丈夫，是我的亲人，以后有我陪着他，请你。不，你们在一起不过3年，我跟他在一起整整8年，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他，没有人比我更有资格做他的妻子。阿姨，跟我回家好不好？我真的不能没有你，你了解我吗？你知道我的口味吗？你知道我生日是哪一天和我的兴趣爱好吗？我但是他知道，虽然我们只在一起3年的时间，但
但是他时时刻刻都会把我放在心上。明明是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千金大小姐，但是为了我，她学会了做饭、洗衣、扫地，每天晚上熬夜加班回家，她都会为我留一盏灯。在外人面前，她也会大大方方地介绍我是她的男朋友。阿姨，以后在别人面前，我也可以介绍你是我的男朋友啊。整整8年都没有做过的事情，你现在做还有什么意义吗？裴雪叔，你走吧，你不要再来打扰我的生活了。你现在这样，只会让我感觉到恶心。阿姨，我……青离，我们重新开始，好吗？迟疑，不好，有炸弹！裴雪叔疯了！别愣着了，快跑啊！都站住！谁敢跑出去，我们就同归于尽！沈总，我们可好心来参加婚礼，没想过会把命丢这儿啊！求您快和裴总商量一下，放过我们吧。裴总，你才华出众，又坐拥裴氏这座金山，什么样的从容关系找不到呀？为什么总盯着阿义呢？雪叔，别闹了，阿义都已经放下了，怎么到你还放不下了呀？站住！我就是放不下。我放不下那个救我去医院的阿姨，放不下深夜在家等着我回去的阿姨，放不下那个宁可自己饿着肚子也要给我送饭的阿姨。阿姨，跟我走吧，跟我回家好吗？石先生，你就答应他跟他走吧。裴总那么爱你，我们也很感动的。对呀，你千万要答应他，不然咱们都得跟着陪葬啊！秦离，你放心，不管怎么样，我娶的人都会是你。阿姨，你答应跟我走了吗？我就知道，阿姨那么善良，绝对不会忍心连累大家的。裴雪叔，你闹够了没有？就算我真的跟你走，我也不会喜欢上你的。你宁愿这么多人一起死，都不肯答应我吗？我只是告诉你事实而已。你放不下的那个迟疑，在3年前就已经消失了。那我可以找回来，无论付出多少，我都可以。已经来不及了。现在迟疑心里只装得下沈清离。裴雪叔，既然你这么想让我跟你走，好啊，我们走吧。好，我们走，我们走。阿姨，我一定会把你找回来的，不管10年还是一辈子，我都不会放弃的。阿姨，晚上我等你回家，给你做你最爱吃的红烧排骨。怎么了？原来你喜欢吃红烧排骨啊？对不起，阿姨，让你为难了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阿姨，你快扔了他！计时器已经启动了。疯女人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阿姨，我想让你做个决策。遥控器上有3个按钮，分别是红、黄、蓝3种颜色，但只有一个可以暂停炸弹。
现在所有人的命，包括我的，都掌握在你的手里。阿姨，别犹豫了，遥控器在咱们手里，咱们就能逃出去。只要人没事，炸了就炸了。没那么简单的，他身上肯定还有其他遥控器。还是阿义了解我。3个按钮，只有一次机会。裴雪叔，你让他们先走可以吗？让我留下，只有我和你。阿义，你伯父，你放心，我不会有事的。快走。好，我们走。不，我不走。无论阿姨是生是死，我都要在她身边。青丽，快走！阿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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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姨。你说你们之前多好呀，怎么就闹成这个样子？好安静啊，阿姨。如果这是我们的婚礼就好。不好，一点也不好。但是，这可以变成我们的葬礼。以后你们谁要是再敢欺负他，就是跟我裴家走。雪月，以后我一定会让你过上好日子。如果你不肯放过我，那我们就一起死！我知道，这一幕永远都不会发生了。曾经你把我拉出绝境，而我却让你坠入深渊，所以你再也不会喜欢我。你赢了，我放你走。结束了，你们可以进去了。沈小姐，祝你幸福。阿姨，你没事吧？你知不知道我刚才没有多担心你，万一你出事行了我……傻丫头，我就算出了什么事儿，你也得好好活下去啊，是吧？好了好了，都过去了。这新郎新娘什么时候洞房啊？好好的婚礼，怎么弄成这样了？裴雪叔平时在商场挺冷静的，怎么会闹出这种事？不好！师叔，师叔，师叔，宴会厅里其实根本就没有炸弹，倒计时也不是真的，对不对？只是炸弹有延迟是吗？阿姨，你真聪明，我怎么舍得伤害你呢？为什么呀？为什么呀？这是。当你没有选择跟我走的时候，我就已经说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啊？
阿姨，如果没有林白玉，3年前我们是不是就已经结婚了？好了，雪叔，不说了，我送你去医院啊，你一定不会有事的。快叫人！对，开车，我去开车，我来进医院。老板，帮我，速，快点，快！裴总，都收拾好了。你在裴氏的股份都已经售出，资金全部转给了池先生。裴总，你既然那么爱池先生，为什么要放手？只要坚持，总是有希望的。那天我问他，如果没有林白羽，我们会不会结婚？他没有回答我。那个时候我就知道，我们这辈子都不可能。你走吧，我想静静。裴总，你好好休息，裴氏总裁的位置一直给你留着。再没有话要说出来，我们的明天疯狂，你不必解释你为什么说谎。Oh no， 你不能说我没有爱过，说我没等过难过。这个给你，好吗？这个喜不喜欢？来，去吧。阿姨，裴总给你那笔钱，你真的打算全部拿来做慈善？怎么，你怕我赖上你们沈家呀？我爸都快把整个沈家给你了，是我赖上你了，好不好？姐姐陪我们玩好不好？去吧。走吧。你看你这个有小翅膀哎，你这个有没有？裴雪叔，人的生命就像是季节，那些不堪回首的过去，是沉睡在白雪皑皑的冬天。我们都要努力向前，去做万物复苏的春天，去拥抱全新的生命。再见了，希望你永远幸福。